美媒福布斯在近期的报道中称，如果中国大陆动手在台海发起2栖作战攻势，那么交锋中双方的地面装甲部队很可能会成为决胜的关键。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解放军在2栖作战中想要完成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输送，势必涉及到对关键地理位置的登陆和控制，那么装甲部队将在这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该媒体认为，在最先期的攻势中，尽管中国大陆拥有强大的火力优势，但是一旦先头部队完成对相关登陆滩头的控制，必然会吸引到台军部队的反击，并试图重新拿下重要登陆地点。台湾地面部队能否撑住，会直接影响到大陆的登陆计划，以及美国等外部势力介入的时间。而到目前，台军对外的消息中，地面装甲部队约有1000辆左右的主力战车，但这些基本都是老式的作战单位，比如 CM11、CM12这种上世纪70年、80年代仿制的装甲车。美国曾经向台军售的108辆 M1A2 战车，可能要到几年后才能陆续服役。不过，相对于大陆方面的登陆情况来说，这1000多辆老古董还是能够发挥一定的火力压制作用。据美媒预测，算上解放军全部的3艘075两栖攻击舰、8艘071船坞登陆舰、64艘073和074，也就大约不到400辆地面装甲。光数据上看，台湾还是存在一定的地面火力优势。不过，考虑到大陆方面的远程火力支援，各类火箭弹、无人机攻击、精确制导导弹等等，在开战的第一时间，台军地面部队会遭受重大损失。但一些防御工事会有效减少地面部队的损失，尤其是在登陆战中，这些战车甚至可能直接变成残骸，堵塞关键要道，有效阻拦大陆登陆部队的步伐。福布斯也很委婉地预测到，抢滩登陆并不一定是大陆唯一的选择。从近期中国多个集团军的密集演习中也可以发现，除开正面的抢滩登陆，还会有更多的攻击计划，比如渗透、空投、多角度同时进攻、立体化攻击等等。这些行动足够让台军防御兵力显得捉襟见肘，而这1000多辆装甲部队也会很快在高科技军事打击下消融。此外，美媒还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预测，大陆可能会暗中控制关键几个港口的控制权，或收买或控制几个关键性人物，再用民用大型船只为掩护，直接输送大量的登陆部队，在需要的时候直接向台湾几个关键地区发动攻击，完成整个统一过程。目前，中美在南海持续紧张对峙。最近这段时间，美国高官几乎倾巢而出，接连展开环中国出访，拉拢东南亚各国一起对抗中国。近日，美国务院还宣布，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在8月下旬访问越南和新加坡，并且直言，这次访问就是为了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参与，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贺锦丽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戈登还表示，重点是加强美国领导地位，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南海，捍卫我们的价值观。此外，在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宣布印尼启动战略对话，捍卫南海航行自由。在这之前，菲律宾还和美国宣布恢复非美访问部队协议。可以看到，每当大国风起云涌时，总有一些小国随风摇摆。与此同时，美国还拉来了域外盟友，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已经穿越南海，随后德国就宣布将派出1艘护卫舰前往南海。在美国及其盟友不断以南海问题向中国发难的时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开始合纵连横镇住场。在8月3号，王毅外长以视频方式出席中国东盟10+1外长会，并警告需要警惕个别域外国家公然介入本地区领土和海洋争议，还与东盟国家就南海行为准则前沿部分达成初步一致。在敲打的同时，王毅还使出了杀手锏：中国发展水涨船高，将给所有东盟国家发展带来新的更大机遇。中国是带来发展的，而美国却是带来混乱的。高下立判，哪个国家会拒绝发展呢？美国所谓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其实就是以美国领导地位为基础的国际规则，并且强行以武力输出其价值观。这正是这么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全球做的，而美国到哪儿混乱就会在哪儿，各国都心知肚明。对此，当天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警告美国，如果美国人选择与中国为敌，是否也意识到中国可能会是多么可怕的敌人？中国不是苏联，也不会消失，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力量，拥有人才并决心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国家。他们牢记被践踏的过去，并决心继续向前，告诉别人，我们不会消失。除了硬实力以外，沉重的苦难磨练出中国人非比寻常的韧性，这就是我们屹立5000年不倒的根源。
刚进8月的这几天，各种和南海相关的事情可谓是一波又一波的。先是大约是在8月1日到达菲律宾的英国航母，在8月2日当天就突然出现在了台岛的边上，然后匆匆北上日本关岛。而如今印度也跳出来，印媒还直接叫嚣就是要针对中国，还真是得寸进尺。据中国青年报8月3日的消息，在英国航母刚刚北上到的时候，印媒却直接表示，印度将会派出一支特遣部队进入南海，而且是由1艘导弹护卫舰、1艘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轻型护卫舰，共计4艘印度军舰组成。虽然还会去东南亚和西太平洋，但是总共会进行为期至少2个月的部署。印度还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就印度海军现在这样，谁给印度的胆子，让印度敢想进入南海挑衅中国？从时间线上来说，印度军舰要来的这则消息非常凑巧，就是在英国航母离开的当天。早前英国航母在经过印度的时候，就和印度进行过军事演习。虽然不清楚他们有没有达成协议，但是在英国航母离开之后，印度国内就有声音说印度会派出军舰前往南海。而如今印度军舰真的要来了，那么印度这个时候过来是想做什么呢？毕竟印度去东南亚、去西太平洋都不足为奇，印度自己说是要去和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以及澳大利亚这些友好邦交维护友情的，但是南海就大可不必了吧？这里如今因为美英等国家的种种动作早已变火药桶，印度这是想来炸了火药桶。有分析人士表示，印度会在英国离开之后再过来，或许是因为四方对话，特别是如今美国又有了重新牵起这个小圈子的打算，所以美国觉得英国不中用了，就想继续扶印度起来，继续英国航母没有完成的任务。所以这次印度媒体在报道的时候用词非常嚣张，表示印度这次是继续推进东方行动，向中国发出严厉信息。说实话，印度在去年被美国挑拨得越来越上头之后，针对中国的小动作就没停下来过。相信有不少朋友都看到过印度在中印边境搞事的新闻，所以印度绝对是又皮痒了。司马南对这件事就说了一句话：中国该出手了，并且出手绝对不能留情，因为印度就是不打不行。要知道60年代的那一战可是直接让中印边境保持了几十年的和平。这话笔者也很是认同，印度这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不打一顿就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印度如若胆敢闯中国领海，那么就是在玩火自焚，等待印度的绝对是来自中国的严厉打击。在印度说要来南海后，广东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在8月4日到8月13日的时候，解放军将会在雷州半岛的西部海域进行军事训练。在8月2号，央视频道的节目中透露，在8·1前夕，我国东部战区王牌部队某特种作战部队在东南沿海展开了大规模海上跳伞。央视还特别指出，这是东部战区特战部队组建以来第一次进行这种特种跳伞训练，而这种特殊的跳伞训练核心目的就是用于未来的抢滩登陆作战。只言片语之间，我军对台海问题的态度已然明确。需要注意的是，央视节目中所说的海上跳伞和一般意义上的跳伞有很大的区别。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性的问题。一般的跳伞降落点在地面，只要掌握好一定的开伞高度和落地姿势，通常不会对人员造成伤害。当然，因为跳偏了而撞击到物体的除外，但海上跳伞则不同。落点的海里如果没有在一定高度完成人伞脱离，很有可能因为伞衣的牵扯和缠绕导致溺水的危险。而这个高度又必须把握精准，太高了人伞脱离，在落水时身体落水角度歪了，水面一样会造成严重伤害，低了又无法有效在入水时保证伞衣分离。因此可以说，这种特种伞降有着极高的技术要求。而之所以要进行这种有极高技术要求的特种伞降，有关军事专家透露，在抢滩登陆作战中，即便守军没有进行布防，但靠近海岸的地区也会存在一些礁石，也会带有天然的防御能力。这种地形往往导致登陆部队的船只无法靠近，危险的暗礁甚至直接让登陆舰艇进退不得，彻底卡在海上。而海上伞降则具有极高的隐蔽性，无视暗礁地形，直接在极为复杂的地形进行登陆任务。而且这种复杂环境下的海岸防守也不是其他海岸可以比拟的。通过特种部队暗中渡海登陆，伺机破坏夺取对方岸防关键阵地或者重要设备，配合正面战场抢滩登陆。有分析指出，在此前，我军东部战区各级团军不断在台海周边进行军事演习，俨然是一副对台半包围圈的架势。
伞降低头渗透作战训练、斩首行动演练、2栖作战单位远距离渡海登陆作战演习、远程打击部队机动演练，这一系列的演习都透露了一个十分明确的战术思路：立体式登陆作战。这也意味着我军把台海问题的解决方法摆在了台面上。而如今，通过海上伞降，其实透露出了一个重大信号转变。我军已经开始填补完成立体登陆作战的最后一块拼图，增强了立体式登陆作战的海上渗透能力、隐蔽作战能力和全域作战能力。